打耳光，5对5团战，用铁链子绑住后互相抡拳头，一言不合就撂蹶子。职业拳击与综合格斗是最火爆与常见的擂台比赛，但是还有一些搏击赛事剑走偏锋，采用一些奇葩的规则，于是就会出现这些喜感、震撼、奇葩的场面，感受人生百态，领略不一样的作死人生。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世界上不走寻常路的5大搏击赛事。第一个，耳光大战卡巴迪。2名赤手空拳的小伙在飞沙走石之间寻找人生最原始的那一份野性，这是在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非常流行的名为卡巴迪的耳光大战。可能会有人疑问，这画面怎么跟亚运会中卡巴迪比赛不太一样？简单介绍一下，卡巴迪是亚运会比赛项目，亚运会中的卡巴迪画面如老鹰捉小鸡一般，而我们今天看的这种民间卡巴迪更多的是散发着一股乡间特有的质朴和清新。有人说这种民间打耳光形式的卡巴迪是传统的卡巴迪演变过来的，还有人说这种卡巴迪来源于农闲时左邻右舍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虽然这种说法有点滑稽，不过我有点信了。这种运动主要在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东部等地区，在巴基斯坦每年会举办卡巴迪世界杯，人山人海，尘土飞扬。2名年轻的小伙用大嘴巴子互相问候，响亮的耳光既是对生活琐碎的发泄，也是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在这里你还能看到江湖中失传已久的绝招，那从天而降的掌法。你记不记得有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是已经失传的如来神掌。很多人把卡巴迪称为南亚版的 WWE， 规则也很简单，选手会互相拍打对方的脸与胸脯，胜利的标准就是一方承受不住，或者看哪边选手脑瓜更清醒一点。看到这，突然开了个脑洞。话说在山东烟台有一门曾威震武林的绝技二林子，擅长使用巴掌的二林子如果出战卡巴迪世界杯，那肯定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表演。胶东巴掌门对决南亚大嘴巴子，这节目效果想想都刺激。第二个，俄罗斯耳光大战。看完南亚地区的耳光大战卡巴迪，再来看一下同样不走寻常路的俄罗斯。俄罗斯也有耳光大战，不过这画面看起来文明许多，双方很守规矩，1对1文斗，你一下我一下，用猜拳决定谁先出手。都说打人不打脸，这个比赛却被要求只能打脸，堪称体育界的泥石流。攻击1次为1回合，双方都扇完1巴掌后就是打完1个回合。这项滑稽的运动参与者众多，并且开始走职业化路线，选手很多也是经过正规的训练。我们之前提到的饺子哥就是这项耳光大战王者级别的人物，1巴掌下去满眼冒金星，都能打出烟雾特效。不仅有男子组耳光大战，还有女子组的比赛。其实除了耳光大赛，在俄罗斯还有打屁股大赛，这里考虑到别带坏了小朋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介绍。第3个奇葩的掰腕子 MMA 比赛。 UFC 是现如今最火爆的综合格斗赛事，没有之一。而 UFC 最早的创始人之一就是阿特戴维伊。阿特戴维伊不仅发起了 UFC， 他还把 K1 从日本带到拉斯维加斯，是 K1 美国公司的副总裁。2008年，这位天才又一次震惊格斗圈，他打造了 X-Arm 世界极限腕力格斗赛。比赛的场地没有围绳或者8角铁笼，2个生猛的家伙置于一张小小的圆桌面前，没有退路可言。赛前贴心的赛事方会先把选手用大铁链子锁住，参赛者的一只手会被绑在一起做比腕力的状态，空出来的另一只手可以尽情的击打对方。获胜的标准是要么掰手腕获胜，把对方的手臂水平按在桌子上，或者直接把对手 KO 掉。选手一般会选择后者来结束比赛。规则也十分开放，除了眼睛、后脑等部位不能击打，你可以用拳头、腿法、膝盖，有能耐你甚至可以用柔术技巧降服对方。X-Arm 的横空出世吸引了大量的眼球，
甚至都有橄榄球运动员去参加，把格斗、猎奇、娱乐完美融合在一起。由于这个比赛单回合的时间是3分钟， XM 当时还被称为史上最残酷的3分钟运动。第4个5对5团队格斗，在欧洲也存在一个不走寻常路的格斗比赛 TFC 团队格斗大赛，来自不同国家的团队参加 TFC 锦标赛，这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合规的团队格斗赛。一群选手搭配着一群裁判，在这里没有打满全场一说，场场都是 KO， 并且经常能够看到5个打1个的画面。这种比赛最怕遇到猪队友，一旦有人退出比赛，场上立马会出现2打1、3打1的画面，这画风有点地下黑拳或者野架的感觉。俄罗斯是 TFC 团队格斗大赛的强队，但是在波兰战队面前还是稍逊一筹。或许这场失利是因为赛前忘了整2瓶伏特加。相比较传统的1对1综合格斗， TFC 团队格斗是它的升级版，激烈程度上有所提高。这种比赛有人喜欢，有人却觉得技术含量太低，不确定性太大。不知道这种一人失败全队歇菜的比赛是不是你的菜？最后再看一个云南的脚架。职业拳击是只能用拳头进攻，而脚架顾名思义只能用脚法进攻。云南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包谷黄，地里狂，芦声响，脚板痒。对于热情好动的苗族人来说，脚板痒除了体现在爬花杆外，还体现在这充满激情的踢脚架上。云南花山节的踢脚架比赛，年轻小伙同台竞赛，被踢倒或者体力不支视为失败。规则也很简单，不能用拳头，参赛者也被要求不许正面蹬腿，只允许攻击对手的身后，看起来比较和谐且富有喜感。有网友称之为飞毛腿，当然还有高大上的说法神龙摆尾。回旋踢的一幕像极了巴西战舞，严重怀疑象牙山战神尼古拉斯赵四就练习过这门功夫。比赛看起来很安全，也偶尔出现不讲武德的小伙。有吃瓜群众说道，据说早期的脚架比赛有人偷偷在脚上绑上钉子，后来赛事组严格规范检查，还被要求必须穿布鞋。对于一些人来说，花山节代表着开心快乐，脚架的延续也是另一种对于文化的传承。格斗类运动有时候也不需要太简单粗暴，用幽默和谐的方式来竞技，也能达到不一样的节目效果。先介绍这5种滑稽的格斗类比赛，喜欢武术与搏击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是阿良，我们下期再见。